我们今天来讲极简读书法。极简读书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简化所有繁琐的流程。7个方向来跟你分析。第一个，逆向启动原则。有很多人决定要考国家考试，他就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要开始。补习班没有开课，不能开始；书没有读完，考古题不能开始。其实这个都是极大的错误。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？你应该要立刻启动，不用等到补习班开课你才开始读书。那你会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。开始的原则就是，你先透过写选择题来开始。选择题一开始题目看不懂没有关系，你要做的是尝试去写，写错都没有关系，然后去了解这个单元想要考你什么，这个考科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考科，反方向的去理解。当然，做选择题只是一个开始，不是说永远都做选择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要立刻开始，马上开始，不用买好空白笔记本。你有什么，随时就可以开始。第二个原则，每日复盘。这个意思是这样的：很多人呢，他在考国家考试的过程中，他会告诉你，他书永远读不完。好，其实这也不完全只有否国考，很多的读书考试原则是通用的。很多人他读书，因为已经都读不完，其实这也是不对的。我们的极简的读书法不是在于你要复习的多彻底、多精炼，重点在于动作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复习的动作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读了不复习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你读到了没有。我们的大脑是很神奇的。如果说你在读的时候，你重新读你读过的内容，你是会有感觉这边我懂不懂？不懂，你就要认真的读，做记号。读通的直接大胆的跳过。每天复盘做复习是为了要确认知识到底进去到你的脑子有多少，然后不断的去重新调整。所以这个复习一定要是每天都做。那因为我觉得复盘它不是只有复习这么单一，复盘讲的是一个重新审视你昨天读的东西的状态跟变化。第三个叫做工具极简原则。我们要参加一个大型的考试，你的工具越简单越好。你的书已经够多本了，所以你能减则减。我现在都会建议 App 很好用，我们法典不需要自己带一本，我们能够用 App 的法典就用 App 的法典。当你在读这个法典，你觉得特别重要的，你应该把它截取下来，用一个 Word 去把它做笔记的一个摘录。等于说我考试当天的时候，我不会带厚厚的法典去，但我可能会带几页 A4 纸，里面是我认为重要的法条，我需要考前再看一次的。包括我一直很推崇大家写选择题，多利用 App 阿摩测验，而不要自己再傻傻的去买很多本的选择题题库在那边写。笔呢，也固定一支牌子，你就一直用那个笔去练习。你要很快的定义下来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进行你的考试。第四个，权重排序原则。我们每天在读书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些重点是你没有读到，或者进度你没有做到，申论题少写的，昨天没练到的。你每天要读书之前，你应该要花3到5分钟去决定今天的重点是什么，抓大放小，不要为那些冷门的题目费太多的心力。这种独门暗器不是常常会考，你宁愿呢把你的重心放在那些比较会考的题目上面。所以我们要在大的方向里面去抓重点，然后在每天读书的方向中呢，也去抓我们今天的重点在哪里，才不会你总是把力气花在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面。第5个，清零原则。不要把你没弄懂的东西拖到明天，因为你明天的记忆会更淡，你就忘光了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天该解决的错题、难题，都今天尽量去把它搞懂。今天已经试着去理解，但是无法理解，做一个记号，明天再重新查一次。但至少你今天已经努力过了。不要因为有很多题目写完，想说我等一下一起处理，不对。其实订正比你继续写题目，比你读书还要重要。因为只有当下去把你的错误纠正过来，才可以帮助你真正在考场上拿分。错题比写新题来的重要太多，所以一定要遵守清零的原则。当天的垃圾当天清理掉，不要在心里留下一个负担。如果真的有无法解决难题，那你就要把它记下来。刚前一个讲的抓大放小的权重原则，明天优先去处理你昨天未解的难题。第6个极简的原则叫做资讯压缩法。资讯压缩原则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奉行一本书主义，就是我不要太多本书，我一个行政法就5本书，我要干嘛？我听这个 A 也不错 ，B 也不错 ，C 也不错，然后全部买回来看，好像生怕呢我少了哪一本，我就
不会抓到那个重点一样，没有，大家都其实差不多，买越多看越少。我们读书考试不是收集，是为了抓到里面的重点中的重点。包括你写笔记，也不要五颜六色，建议你定义最多就3个颜色就好，一个可能是重点，一个是摘要，一个是疑问。再来，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动态规划原则。有很多人很会定读书计划，但定了之后你会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你也不用灰心，觉得好像很失望，对自己很失望。我曾经说过，读书计划执行60分就好。为什么说60分呢？而是你要放过自己。你今天可以做到80分，是你状态好，那你只能做60分，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。如果你真的不太会定读书计划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会建议你至少把当天的计划做好，专注于当下的任务。我今天写了2题，我今天选择题写了10题，有总比没有好。遵循一个少就是多的一个状态，不要把自己定得很满，结果都做不到。这个是我觉得在读书考试当中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。360天，你不用读书考试，你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了，更何况你现在背负一个内容庞杂的压力。整个读书的极简读书法的核心的概念就是，我们要斩断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，只专注在核心的东西上面，然后让你的备考是每天很轻省，压力负担最小，一种轻度的稍微有点微喘的感觉，那就对了。读书考试就像一个画家在画画的时候，他要先勾勒出一个轮廓，才有办法慢慢把里面的细节越钻越精。所以重点是赶快启动，不求一步到位，不求完美计划，透过一步步的执行，做到属于你的完美的一个策略，跟可以不断循环运转的读书的节奏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，谢谢收看。